大家好，我是不二藏，欢迎收看三国人物历史能力评分系列。上期咱们说了赵云，这一期咱们说说在真三国无双系列6代和7代开场动画里跟赵云拼刀的夏侯惇敦哥。评分项目和依据就在屏幕上，第一次看的朋友可以过一遍哦。在真三国无双系列里，敦哥一直是个霸气猛男的形象，这也是大家过去对夏侯惇的普遍认知。可是近些年，夏侯惇莫名其妙就被黑成炭了，什么常败将军、肉票将军，各种帽子哗啦啦硬往人家脑袋上扣啊！众所周知，霸将作为正义的使者，最见不得别人受冤枉了，所以本期视频我要为敦哥平反。好，开始吧。现在网上很多人黑夏侯惇，说他是个败仗一堆、胜仗为零的常败将军，就靠跟曹操关系好，舔着脸混日子。这个说法纯扯淡，事实上夏侯惇是打过败仗，但绝对算不上常败将军，因为人家一辈子也就败了2次，而且对手还都是狠人呐。第一次，吕布趁曹操率领主力攻打张绣时，派高顺和张辽攻打刘备，曹操于是派夏侯惇前往救援，夏侯惇急火赶到后被击败。第二次，夏侯惇率军抵挡刘备，刘备假装撤退并设下埋伏，夏侯惇中计，结果战败。请问这很丢人吗？下面我们来看看夏侯惇的胜仗。194年，张邈和陈宫趁曹操攻打徐州时，迎接吕布进入兖州。吕布入兖州以后也没犹豫，直接就带兵扑向鄄城，因为曹操的家属全在这啊。估计吕布是这么想的，抓你曹操全家来一出辱妻子无字养子，看你服不服。留守鄄城的荀彧察知吕布的动向后，当即要求留守濮阳的夏侯惇前来协助防御。夏侯惇闻讯后当即做出决定，只带轻装部队赶往鄄城。在夏侯惇看来，鄄城要守住，濮阳一样不能丢啊。带轻装部队，一是为了加速，二是为了把辎重留给守城部队，加强濮阳的防御力量。在夏侯惇看来，对付你吕布，带轻装部队足够。在路上，夏侯惇正好撞上了扑向鄄城的吕布，双方随即展开交战。要知道，历史上的吕布绝对是狠人呐。论用兵，吕布正面击败过曹操；论武力，吕布曾经带着几十个骑兵在数万黑山军之中反复冲杀，如入无人之境。而且这次交战双方带的军队都不够，属于小规模战斗。在小规模战斗中，吕布的个人武力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发挥。现在我想问一下那些觉得夏侯惇是废物的人，你们觉得如果夏侯惇真是废物，这场战斗的结果会怎么样？毫无疑问，肯定是被吕布直接干碎了。然而这场战斗的最终结果却是双方交战后，吕布主动选择了撤退。是的，在和吕布的小规模战斗中，夏侯惇取得了胜利。当然了，吕布撤退的原因并不是真的被夏侯惇打败了，他之所以撤退，是因为一番交战后，吕布认识到夏侯惇并不好对付。在吕布看来，就算真能搞定夏侯惇，自己也会损失惨重，无力攻打鄄城，所以还是不要硬拼了吧。也就是说，在小规模战斗中，哪怕是吕布这样的狠人，对夏侯惇的战斗力也是有所忌惮的。吕布撤退后，转头扑向濮阳。曹操走之前命令陈宫协助夏侯惇防守，结果陈宫看到吕布来了，立马投向吕布，帮吕布拿下了濮阳。也就是说，濮阳的丢失不怪夏侯惇，只能怪曹操用错了人。接下来，夏侯惇赶到鄄城，此时鄄城的很多将领和官员都叛变了。夏侯惇于是趁夜发起行动，一举击败叛军，斩杀叛军将领和官员数十人，从而稳住了局势。这是夏侯惇取得的又一次胜利。206年河东之战爆发，这是一场被很多人忽略的战役。事实上，此战规模非常大，是中游夏侯惇、马腾等关中诸将组成的联军，与张胜、魏固、张衍、高干组成的联军，在河东郡进行的一场大战，双方参战兵力之和估计达到了数万人。
夏侯惇统领万人以上军队，作为联军主帅之一参与了作战，最终由夏侯惇、马腾等关中诸将组成的联军大获全胜。夏侯惇在此战中也是功不可没。曹操命令夏侯惇统领26个军，也就是10多万大军，作为东线总司令，防备孙权。公元219年，孙权率军进攻。曹操任命的扬州刺史文辉认为，孙权这次进攻不用担心，真正值得担忧的是关羽啊。结果孙权果然无功而返。大家要知道，整个汉末三国时期，带过10多万军队的人非常少，能带好10多万军队的人更是屈指可数。夏侯惇统帅10多万大军期间没出什么乱子，还成功抵御了孙权的进攻，这个表现已经不错了。总结一下夏侯惇的用兵，那就是指挥小规模军队时，夏侯惇那是相当牛逼的，连吕布都要忌惮他的战斗力。指挥中等规模军队时，夏侯惇的表现就比较一般了。注意，是比较一般，不是差。简单来说，打高顺、张辽这样的狠人不行，但打个高干、张胜啥的还是能赢的。指挥大规模军队时，夏侯惇的表现也算中规中矩。综合来看，夏侯惇的用兵我给84分。夏侯惇的武力也被黑得很惨，很多人说他就是个肉票将军。所谓的肉票将军，指的是吕布南下濮阳以后，心生一计，派人诈降夏侯惇。夏侯惇这哥们心地比较单纯善良，就信了。结果估计这帮人趁夏侯惇好言安慰他们的时候，突然扑上去，一起把夏侯惇给挟持了。然而他们最终啥也没干成，因为这帮绑匪实在是太怂了。夏侯惇的部下韩浩知道以后，直接带人过来，也不管夏侯惇死活，直接下令攻击，吓得绑匪扔了夏侯惇，直接磕头求饶。现在很多人喜欢拿这件事黑夏侯惇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件事能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夏侯惇用兵不行，被绑架跟用兵有啥关系？说明夏侯惇武力不行。注意，吕布是遣将伪降，这几个诈降的人在吕布那边都是军官级别的，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几个军官级别的人一起挟持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别忘了，孙策还被3个刺客弄成重伤呢，吕布被好蒙的叛军弄得钻厕所逃跑呢。所以说，我不觉得这件事有什么丢人的。那么夏侯惇的武力水平到底如何呢？咱们来看2件事吧。第一件事，夏侯惇小时候就杀了侮辱他老师的人，因此以疟气闻名。第二件事就是我之前提到的，夏侯惇和吕布进行的那场小规模战斗。在小规模战斗中，统帅本人一般是要亲自下场搏杀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面对武力极强的吕布，夏侯惇依然丝毫不惧，奋力对抗。结果是连吕布都产生了忌惮的感觉，选择了主动撤退。你觉得夏侯惇的武力是什么水平呢？当然，有关夏侯惇的武力记载并不多，也不够明确，所以不二将也不好给得太高，因此综合考虑就给个90吧。智谋方面可以说是夏侯惇的最大短板了，毕竟他不但没用过计，还先后中了吕布和刘备的计，所以就给个50分吧。夏侯惇曾经先后担任陈留太守、济阴太守、河南尹，这些都是郡级行政单位。担任太守期间，面对大规模的旱灾加蝗灾，夏侯惇亲自下场，率领军队开了一个池塘，接着他又带着军队协助百姓种地，甚至他本人也亲自帮老百姓背土。在夏侯惇的努力下，百姓度过了这次危机。夏侯惇的这次壮举被写进了清朝的《屠民录》一书中，该书称赞夏侯惇和老百姓同甘共苦，是鼓舞百姓的好办法。夏侯惇担任河南尹期间，官渡之战爆发，而官渡战场就在夏侯惇管理的河南尹境内。在此战中，夏侯惇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。然而夏侯惇还是顶住了压力，没让管理地区出什么乱子，为曹操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。总的来说，夏侯惇虽然只治理过郡级行政单位，但在治理过程中非常出彩，基本做到了最好，所以夏侯惇的政治我给80分。夏侯惇管理过3个郡级行政单位，
都管得非常好。后期他还统领过10多万大军，不但没出什么乱子，还成功抵御了孙权的进攻。《三国志》记载，夏侯惇谦虚好学，清廉简朴，不置谗言，有多余的钱财都会拿出来分给别人，可以说他具备很强的个人魅力。此外，魏晋时期包括曹操、司马炎在内的众多大佬都对夏侯惇做出了很高评价。司马炎更是将夏侯惇称为魏之元公，这些都说明了夏侯惇在曹操集团中一直有着极高的地位。综合思考后，夏侯惇的领导力我给90分。好了，由此我对夏侯惇的评分就出来啦：用兵84，武力90，智谋50，政治80，领导力90。大家觉得这个评分合理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看法哦。总的来说，夏侯惇能力强，人狠话不多，踏实稳重，心胸宽广，忠诚讲义气，善待百姓，而且谦虚好学，清廉简朴，可以说他是个充满东方古典魅力的男人，也是个好人。好人不应该受到侮辱，希望这个视频可以改变一下大家对夏侯惇的看法吧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一期我会选择一位吴国人来评分。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就给个关注和3连吧，大家的支持是我努力下去的最大动力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啦。